功，这就是当年叶鼎之所用的功夫。哈哈哈哈！好，还不够好。走。化雪山庄的美，总会在片刻之间悄然凋谢，往往这时候都会下着微微细雪。阿爹还在世的时候，每年都等着看这片刻凋零的美景。他称这种景为雪殇。他觉得梅花凋零之时，雪也已然死去了。本来等了许久，想看这场雪殇的，只是你经一刀，将这些都给斩了。带他下去吧，睡一觉醒来，也什么都给忘了。12柄镰刀现在已然都断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由你们去做吧。宗主，关于你的那几个朋友，刚刚有一些新的消息传来。他们最近怎么样了？唐莲离开于师，回了一趟唐门，见了唐门师傅唐莲月一面。萧瑟和雷无节却是兜兜转转，又行了3个月的路，才到雪月城。雷无节前去登天阁，一直到了阁底，与玄剑仙赵玉珍的弟子一同问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虽然最后被一剑打了下来，但是却被李寒一收入门下，成为了他第1个弟子。这小子运气倒是挺不错的，能被雪月剑仙收入门下。不过听说他的另一个师傅雷轰和李寒一倒是有不少渊源。那另一个呢？那个抠门的老板回他的雪落山庄了。萧瑟也留在了雪月城，并且成为了枪仙司空长风的弟子。我还以为会是九仙百里东君。我那几个朋友，想必很快就会名震江湖，真是期待再相逢的那一天。宗主，段晨义的余党及其家眷已尽数擒拿，请宗主发落。将他们逐出天外天即可。是。我随大宗主游历北离之时，曾听过一句诗，念的是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。月是故乡明，的确是好事。不知宗主心中的故乡是何处？是天外天，还是寒水寺？雨季，雨季叔叔，你可知我父亲入主天外天之前是哪里人吗？宗主是前朝大将军之子，出生于天启城。他出生天启，可他真正视为故乡的是姑苏。他在那里和我母亲度过了短暂却又幸福的几年，也是在那几年生下了我。所以要说故乡，姑苏才算是我的故乡。那地方后来我去看过，有一个湖，湖边有一棵垂柳，据说我母亲总喜欢在那里对着湖面梳头。只是有一天早上，人们在那里找到了他的梳子，却再也找不见他的人。后来，父亲便带我来到了这里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父亲其实是死在姑苏的。哪里是故乡不重要，哪里有你在意的人，
才是真正的故乡。唉，好了，如今天外天内患已除，凭二位叔叔的能力，几年之内都不会有任何问题了。宗主，您是想我要闭关？那敢问宗主何时出关？待我入那神游玄境之时。有客自远方来，愿拜会叶宗主。多远之方，客为何来？千里之外，天启皇城，为见宗主而来。只是见我，那你已经见到了，可以走了。不，没有见到。哦。佛曰：有心无相，相由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由心灭。我只见宗主相，未见宗主之心，不算相见。你想见我的心？你可知我原来的名字？无心。进来吧。这位似乎是故人。越姬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位是明侯，你们的确曾见过。可他现在看起来，似乎什么事也不记得了。这是药人。我遇到他和越姬的时候，两人都受了重伤，几乎已经是死人了。他虽然没死，但是却变成了只听你命令行事的药人。万事皆有代价。他想救回自己和越姬的命，就得付出一定的代价。唉，只可惜那门武功，我已然用不出了，没办法再帮你一次。至于你，为什么要来见我呀？我姓萧，赤王萧雨，明德帝的第7位皇子。看似是个诗酒王爷，可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在发展自己的势力。在我回天外天这件事上，就有你的安排。之所以会这么做，是因为天外天内乱不断，所以你想把我送回这里，以我为傀儡，在背后操控。最后天外天，甚至于整个域外，都会成为你的势力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我没有想到，你的能力远远超出我的想象，短短几个月，就已经掌控了天外天，所以我才不远千里而来，希望与你结盟。可我为什么要与你结盟？我姓萧，但我的母亲姓易。那时我太小，却也只记得他姓易，忘记他的名字了。易文君，好陌生的名字，于你，于我，甚至于他自己，都很陌生了吧？他被人记住的名字是宣妃娘娘。所以，你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。叶鼎之当年拐跑母妃，我已经出生了。我是你哥哥，比你还大上2岁。唉，那我吃亏了。哼。所以呢？什么？我们虽是兄弟，但却同母异父。我们的父亲还是死敌。说到底，当年我父亲率领魔教东征，众人皆认为是他称霸天下的野心。可点燃他野心的，分明是抢走我母亲的明德帝。你的父皇害死了我阿爹，抢走了我的母亲，我不提刀砍了你就不错了，还好意思让我帮你夺帝位？如今父皇年迈，隐已有立储之意。我们家族本来在天启依托影宗，可琅琊王还在世的时候
就废掉了一族。现在我们家族在天启城毫无势力，母妃又因为那件往事而受尽白眼。江湖之上，无双城和雪月城的势力也被其他皇子所占据着。别把自己说的这么弱。母亲当年有一个师兄，爱他爱得要死，叫洛清扬。后来他成为了5大剑仙当中最厉害的那一位。木良城城主孤剑仙，现在是你的义父。他确实是我们的义父。怎么又成我们了？你这个哥哥，话里话外都狡猾得很呢。我就想让母妃过得好一点。这么多年来，叶鼎之那件事情之后，所有人都仇视母妃，也看不起我。但我偏要站到最高处，让这些人后悔。用亲情感动我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毕竟我和他之间的亲情，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。但是，争夺天下什么的，似乎也挺有趣的。我不能当皇帝，但能帮一个人当上皇帝，听上去也不错。真的？真的。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你会死吧？我的亲人不多了，我希望你们2个人能好好的活着。好，我现在就有一件急事，需要你帮我。我才刚答应帮你，你就给我安排任务，是不是也太心急了？的确很急，因为白王萧崇已经动手了。他们正在追踪一个人，那个人很重要，绝对不能让萧崇得手。我需要你帮我抢到他，或者杀了他。那个人，莫非也姓萧？是。萧瑟。我不管他现在叫什么，反正没错，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。你们之间情谊很深。是，他是我的朋友。我的朋友很少，他算一个。但是你放心，你的请求我会答应。只是有一点。什么？我会保证，白王萧崇得不到他，但你也得不到。萧瑟不能死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好啊。我答应你。还有，这一路上，我需要有一个人相陪。你随我走吧。你要带他走？我们好歹也算是有一面之缘，看他变成如今这样，着实可惜。不妨，你把他交给我。那你带他走吧。事成之后，我会去天启城找你。记住，萧瑟不能死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叶姑娘，小心！好久不用这类武功，都快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自在心中神功。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延时，在天外天我叫燕安石，如今再回中原，还是叫我吴心吧。多谢大舅。我当是谁呀？上回放你回到天外天，这次你竟然还敢跑回中原？放我回，就凭你？走吧。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多谢。
这个美人天生心脉不全，能活到现在，还真是个奇迹啊！的确，她在雪月城医治了很多年。她叫叶若依，也是雷师弟心心挂念的梦中情人。啊？那傻小子情窦初开了，快带我去见他。话说你这次回来，准备做什么？来看望故友。枪签让我回天外天，我回了，但是也没说我不能再回北离啊。毕竟我不来的话，你们就要死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现在只有你被人追杀吗？我得到的消息是，萧瑟和雷无杰出了雪月城之后，并没有直接前往雷家堡，而是去了望城山。他们下山之后，行踪便消失了。我循着踪迹而来，却只找到了这个。上面写着：“你们在唐门被人伏击，请求协助。”信鸽告诉我说，他原本是要飞往天启城的，只是在中途被我截下了。信鸽？你还能跟信鸽说话？天地万物自有灵性，我还能与花鸟鱼木说话呢，你信不信？这信鸽不是我放的。当然不是你。信鸽和我说，是那个叶若依放的。哎，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！雷无界要打大没了。哼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他们的行踪被泄露了，信鸽所带信息还未传到大将军府，就被别人拦截了。雷无界和萧瑟有这么重要吗？原本我以为他们只对我重要，却也没有想到啊。明侯，你们是一伙的。是我让他来这里接应我们的。他神志已失，但杀手的敏锐还在，你不要轻易靠近他。他为何会如此听你的话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这是好强的气场！你看到他拔剑了吗？他没有拔剑，只用剑鞘就将明侯逼了回来。唉，为什么我一回江湖，遇到的都是这种绝世高手？哎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那个女人，我才压制住她的伤势。若是再经历一场大战，只怕神仙也难救。你先带她走，我来拖住这个人。你能行吗？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我们分开这么久，如今就算来个刀仙剑仙，我也定能不落下风。好，你小心点儿。前辈，你的对手是我。神足通，天眼通，没错了，都是些厉害的武功。还有这个叶鼎之的大家业长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我也大概猜到了你几分，但是要看过了你的剑，才能确认。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。还是大家业长，这招叫罗汉定。罗汉定身，就算是佛陀也定不住我的身。你不是想看我的剑吗？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。破军剑，天下名剑位列第5，号称王霸之剑。你果然是怒剑仙。老太爷，
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唐莲呢？天外天宗主叶安世救走了唐莲。哼，什么天外天的宗主，不过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罢了。同是一辈的弟子，你不如莲月太多。是。唐莲走了就走了吧，只是这个女孩子是个麻烦。大将军叶孝英惹上这样的人，以后唐门的路可不好走了，只能寄希望于我的一位老朋友了。老朋友？此刻他正巧在来唐门的路上，原本应该早就到了。陆剑仙前辈，恕晚辈无礼，还是想再问一句：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一定要生死相逼呢？因为你是叶鼎之的儿子。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没有跟你老子交手。所以你就来欺负他的儿子，这恐怕有失长辈所为吧？所以就想杀了你，解一解心中的气。前辈想杀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怎么不容易？明红，快跑！这家伙我们搞不定。快走！无法无相功，这就是当年叶鼎之所用的功夫。好，还不够好。走。不跑了，不跑了，跑不动了。我堂堂天外天少宗主，竟被一人一剑追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真是丢人。哎呀，别找了，只有他找我们的份儿，我们是找不到他的。哎，臭小子，你终于有点自知之明了。前辈剑术无双，晚辈纵使是天降奇才，说起来也还是差着几年的修炼呢。哼，你现在已经无路可逃了。是啊，但我来了帮手。死书生，大魔头，还好还好，既然二位剑仙在此相聚，晚辈就不打扰了，先行告辞，还望后会有期。明后走。哼，叶鼎之怎么生了个这么没用的儿子？陆剑仙前辈，你倒是有出息，有本事你追过来呀！哎，大魔头，别追他了，帮我个忙吧。帮什么忙？哦，这书里说呀，走火入魔之后啊，经脉逆流，血气暴涨，功力和以前相比啊，增长了数倍，但是却如饮鸩止渴，随时有暴毙的危险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走火入魔？大魔头，就是他走火入魔了。李寒衣，苏长河在哪里？我要杀了他！死书生，原来你是要我帮你制住他，凭什么？哎，别急，我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了。先断其意识，止其真气，然后再找。哎，少废话，5个字，打晕了再说。啊！我来给老天爷报仇！小色，小色，小色！在下还有心中300，阁下可愿再试？来了，来了。那接下来的事，拜托你了。小色，看来下次还是得来得再早点。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，就是为了救他？很感动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也有个人千里迢迢的为你而来，为了杀你。
我们走。苏长河，姐。 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还撑得住，在这儿等我。怎么又追来了？看来还是免不了一战啊！哇，战天兄的轻功还是这么快啊！看来你是想护住他们。看起来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觉得你并不打算杀他们。都怪我那傻徒儿，想让我给他们带个话。看起来我应该是来晚了。罢了，这一切都是定数。这帮孩子要是得不到医治的话，恐怕就要死在这里了。哎呀，但这李寒衣他……就交给雷轰吧，还有劳如剑仙带他们下去疗伤。好。这便是回光返照，连功力都比平时涨了不少。这应该就是3日丸的代价。他现在身体里所有的力量都会在瞬间涌出，这股力量能在1炷香之内所向无敌，但是1炷香之后，他就死得不能再死了。剩不了多长时间了。先制住他，随后打通他的隐脉，卸掉他所有的真气。此后，他将终身不能习武，甚至连走路都成困难。这是唯一能救他的办法。终身不能习武。我希望他不要怪我。罢了，我也曾化去一身功力，却得了大自在。继续吧。住手！你们都让开！你就是那个小神医吗？我曾见过唐莲的一手万术飞花，可真心不如你。凡里双白花，这是极其稀有的草药。你们2个功力如何？勉强，还行。生死关头容不得还行，请你们再回答我一次。北离仙师，玉爱第一。很好，我希望你们助我将他的内力逼回隐脉之中。之前我们便是这么做的，只是刚把内力压制下去，马上又会窜起来。这一次我会封住他的隐脉，你们要做的只是将他的真气再次逼回隐脉之中。我还有9枚印阵，足够了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那个，敢问阁下是何人？是剑仙中的人吗？不是，只是个路人罢了。碰巧里面那位妹妹赶路，但马又跑不动了，我顺便把她送过来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么说来，算是我们的恩人了。多谢。啊，别客气。我说侯爷，我还坐这儿呢，别演戏了。大将军。哟，这位是侄女吧？都长这么大了，可真像她娘亲呢。见过蓝月侯。金溪蓝月侯，你认他？我也只是听说过名字。他是当今圣上年纪最小的弟弟。啊！大将军怎么会在此地啊？我这个女儿不听话呀，明明身体不好，还老往危险的地方去。没办法，
只好过来抓他回去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大将军是来抓女儿。这抓女儿，需要带着声势浩大的叶子营吗？那个，打断一下，你们一个侯爷和一个大将军，你们俩在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看来这位小兄弟还不知道里面躺的那位是谁吧？我知道啊，我朋友萧瑟嘛。萧瑟，他是永安王萧楚河。永安王萧楚河？这就是那个在殿前替琅琊王争辩的永安王，就是那个17岁就逍遥天境的绝世之才。师姐，他们说萧瑟就是永安王。原来阿爹说的守护，居然是这个意思。萧瑟就是萧楚河，萧瑟就是永安王，永安王就是萧瑟。哇！师姐，师姐，啊！萧瑟就是永安王，你难道不激动兴奋吗？小兄弟，你为何如此兴奋啊？那可是传说中的人物，我当然激动兴奋了。师姐，你赶紧去告诉大师兄这个激动的消息，快去！大师兄。大师兄，你怎么醒了也不过来？毕竟是唐门导致这一切的，我身为唐门弟子，实在是心中有愧。先不说这些了，大师兄，原来萧瑟就是六皇子萧楚河。没想到，真的是这样。你早就知道了？这只不过是个猜测罢了。现在来了什么将军、侯爷，看这架势是要把他给带走。侯爷，我们走。哎，吴昕，萧瑟就是永安王，你知道了吗？啊！你看我皱什么眉啊？觉得我长得比你好看，不开心了？果然是个俊美的少年郎，和我的一位故人颇有几分相似。我爹叶鼎之，你可认得？叶鼎之，久闻大名，但未曾见过。吴昕，萧瑟怎么样了？你们可真是捡到宝了！里面那个小姑娘，她真是个神医啊，没用几针，就将萧瑟的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不过那个小神医的脾气可不太好，你们跟她说话可得小心一点。那就好，我进去看一眼。我也要去看看我的侄儿。过此见者，杀！那便再算我一个吧。那日，你们也是这般站在我面前，今日，便换我来守护你们。好啊，少年英气，我也是多年未见过。里面那位，我今天一定要带走，因为我受人之托。住手！我的病人还没痊愈，你们就要来抢人？好啊，你们抢啊，抢啊！抢走了拉倒。你信不信？走3天就能给你死在路上？那好办。我连你一起抢走。你把我带走了也没用，我治不好。什么？小神医，说仔细点。方才我看你已将伤势压下去了，可又出了什么别的变故？萧瑟的伤势确实稳住了，但我也只能做到这里了。那怎么才能彻底治好他？
海外仙山，蓬莱之岛，一世仙人，捕魂之术。谢先生说的这些，恐怕都是书上所说的无稽之谈吧？就算蓬莱仙岛真的存在，谁又去过呢？楚河只有现在跟我回天启，才能保住一命。连师傅都治不好的病，这天下又有谁能够治好呢？国师，齐天辰。齐天辰或许能够做到，但是以萧瑟目前的状况，踏入天启，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哼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让他死在这里啊？有我保护楚河，在天启，谁敢加害于他？当年谁能害他，这一次也能。海外仙山并不是无稽之谈，有人去过那里。谁？百里东君。师傅他去过海外仙山？他去过。就在他第2次去的时候，功力尽失。但是他回来之后，大战叶鼎之，逼退了整个魔教。就算你说的都是对的，现在以他的身体状况，你告诉我，他还能撑多久？我要去。萧瑟，你逞什么强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说不定还没出海就已经死了。皇叔，我要治好隐脉。治好隐脉，丢了性命又有何用？国师是治不好你的隐脉，但他能保你下半生无忧，还是能做到的。然后呢？像个废人一样度过一生吗？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就要去试试。没人拦得住我。好，你既然这么说，皇叔陪你去。不就是去趟海外小岛吗？从东极出发，用不了半个月，就能到达三蛇岛。皇叔，怎么？叶将军，六皇子有何吩咐？还请2位速回天启。我这回出来，是奉你父皇之命，必须把你带回去，不然我没法交差。皇叔，请看我的手。你这是何意？我这双手曾于沙场之上斩杀敌将，也曾于庙堂之上怒斥龙颜。可现在这双手，连握紧一根棍子的力气都没有。皇叔，你认识的萧楚河会这样度过一生吗？这，皇叔也想帮你，但皇叔1年之后，此时此刻，不管我伤是否痊愈，不管我是否活着，到时候我会在雪月城等着各位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一定跟你们回去。好，如果是换做别人，我绝对不会妥协。但是你萧楚河说的话都能做到，1年之约，雪月城相见。萧瑟定遵守诺言。萧瑟，好名字，但我更期待你以萧楚河的身份出现。我觉得你有戏。真的？真的。他走的时候就看了2个人，一个是萧瑟，那是旧相识；还有个是你，那是新欢。你一个修行之人，你懂什么呀？对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？我们好久没在一块了。我身份特殊，陪着你们的话，总让人觉得我是心怀不轨。啊？只怕还没有出海，就被千军万马给拦住了。虽然我是正义又善良。
正义又善良，我没看出来。对啊，你当然看不出来，所以你也看不出来人家对你有意思。好了，我走了。说好了，一起去看那昆仑之巅、沧海绝境、天涯尽头的，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你这次回来，是为了了却旧事吧？不，主要是来看你的。满嘴胡话。彼此。走了。期待我们再相逢的那一天。他怎么每次都是这样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雷无节，去仙山的路上保护好他。怎么只有雷无节啊？还有我呢。师父，弟子回来了。无心师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因为师兄说过，寒水寺仍旧是我的家，随时都可以回来。现在寒水寺的僧人都离开了，就剩了我一个俗家弟子。师弟若是能回来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可惜只能短住几日，不能久留。师兄，我这一次有一事相求。瞳孔溃散，分明神智已失。放心，我能救他。明侯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，跟随师兄学习伏魔神通，以权正气，降外魔，伏心魔。师父虽然说过这句话，但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。没事，明侯就留在这里。我要去找个人。江湖传言，他当年也是害死我阿爹的人。难道师弟心中还有仇恨？当年百里东军与我阿爹对决时胜了半招，我阿爹重伤突围而出，最后在江南被人劫杀。江湖传言，那场劫杀的领头人正是李寒一。我只是好奇，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所以，你要去雪月城寻找李寒一？不，当日在雷家堡，李寒一已经现身。他被暗河大家长所害，如今已经走火入魔，所以我要去寻找他。连雪月剑仙李寒一也能被暗河所害，这江湖是真要变天了吗？是整个北离都要变天了。雷虎，你去死吧你！寒一，为什么在下每次出场，都是在如此危急之时，救人于危难之前啊？这难道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天命？在下命中注定就是那神人离世，万丈光芒般的存在。我本不欲成天神，奈何天神欲成我。你是谁？在下无心，魔教少宗主。哎，那是天外天的无心，北离的无心，只是寒水寺里一个小光头。我谢谢你来救我，但是我不需要。你还是走吧。前辈误会了，在下是来找人的，救你只是顺便。你干什么？他已经走火入魔了，功力不在你之下。哎，在下的寿宴恩师做的就是这降妖除魔的行当。我来念一些清心凝神的咒，看能不能帮雪夜剑心恢复些神智。哎呀，记不住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好久不见啊，生疏了。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是走师傅他老人家的老路。雷轰前辈，
帮我拖住他，给我创造一个机会。好。就是他！一拳震我心，二拳破业障，三拳破恶孽，四拳熄灭，五拳伏幽，六拳降魔，七拳得大光明。韩一，韩一，还好当年跟师兄偷学了这一套伏魔拳法，什么走火入魔，打完收工。你是谁？寒水寺，吴兴。你是叶鼎之的儿子。正是。你跟你的父亲一点儿也不像。很不像吗？你的父亲，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，都很豪迈。很多人说他不像江湖中人，身上有帝王之气。而你则不同，你的身上没有锋芒。听你的语气，你和我阿爹很早就认识了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只是江南的一位游侠，传过我几世剑招。再次见到他，就已经是魔教的教主。所以你便杀了他。你既然来问我，就说明你确信不是我。而且我杀他，那叫正邪两正，天经地义。我阿爹最后跟他接触的人是谁？一个女子。她和孤剑仙抢先我们一步到。他和叶鼎之贴面说了一句话，叶鼎之就拔剑自刎了。果然，我把过你的脉，你的功力所剩不到2成。若是被想杀你的人知道就不好了。所以，你还是先回雪夜城疗伤吧。你去哪里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阁下深夜入宫，有何贵干呢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这宫里就算爬进来一只蚂蚁，我都会知道。看来今天这只蚂蚁是爬不出去了。天龙宝地，岂容蝼蚁生存？萧瑟，你还要多久回来？帮了你这么多回，也连帮帮可怜的武心呢。恭喜出关。请仙公公好啊。你的精神，比我们上次见面时要好了不少。你还敢提啊？上一次差点被你吓死。哼，
是我的错，来不及跟你打声招呼，便坐进了你的轿子。是不是也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来北离，又为什么在皇城出现？你休想骗我，否则的话，我立刻把你送到圣上面前。唉，还真是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吧。我其实是想来见一下我的生母，宣妃娘娘。果然没错，和我想的一模一样。因为思念，是好奇。好奇？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是真的好奇。我回天外天后，听白发仙说了不少我父亲叶鼎之的丰功伟绩，这里面更是少不了宣妃娘娘的事。我听着听着，就觉得这个宣妃娘娘真的是不简单。尤其是她只跟我父亲说了一句话，我父亲便拔剑自刎。我更好奇，她到底说了什么？就为了一句话，值吗？难不成问她，当时为什么抛弃我吗？对了，我验过你的伤，你是被大剑打伤的。想不到皇城之中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。那你也太小看天启了。我劝你等伤好了之后，还是尽早离开这里。这可不是你藏身的地方。知道了。对了，萧瑟回天启了吗？不仅回了，还闹出了一场大动静。只可惜你没有亲眼看到。怎么？你想见他？难道我不应该见一见他吗？不过本以为见他之前，我就已经完成了我想做之事。好久不见啊，萧老板。你早就知道我会来。白小堂满城的找我，我看他们实在太累了，便生了慈悲之心，跪下楼买了个菜团子。这间客栈离我的雪落山庄有一条长街的距离。你既然知道我派人找你，你怎么不早点过来？我也想尝一尝萧老板15道前菜的御宴，也想看看你是如何在千金台上威风凛凛的威震四方。只可惜，我闭关之前你尚未进城，我出关之时，你早已离开了。闭关？你受伤了？是啊，差点被打成废人了。何人所伤？大剑锦轩。怎么？你每次危难之时，都有我从天而降，而我危难之时，你却并未出现，心生愧疚，想替我报仇啊？你之所以会被锦轩打伤，说明你入宫了。那我就没猜错，你这次来天启，是为了找宣妃娘娘。萧老板，你变了，开始变得直接了。你明知这是我不愿提及之事，应该装作不知道的。你不应该小看皇宫那些高手，尤其是5大剑，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。还有很多大内高手，连我都没见过。知道了，下次我会小心的。
你还有下次？无心，你这么想见宣妃娘娘，是想当面问她一些问题，还是想带她走？唉，她会愿意随我离开吗？皇宫之中锦衣玉食的，哪里像我们天外天？其实是一个苦寒之地。娘娘，不早了，该休息了。娘娘，他今天说那些话，为什么突然提起世儿？难道他有世儿的消息了？也许赤王殿下只是随口一问，娘娘不必在意。是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许世儿早就把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给忘了。我又有什么资格妄想能再见她一面呢？其实宣妃娘娘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她是皇宫中的异类，从来不参加任何宴会，在宫中与其他人并无什么交集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曾经误闯过一次她的院子，她请我吃了一盒糕点，然后带着我看了一下午的天。一下午的天？她说要是能变成一只鸟该多好，这样就可以飞起来，飞过那一道道的墙，飞过那一座座的山，还可以飞到最远的南边。南边？我小的时候听不懂，在那坐了一下午就走了，一直到琅琊王叔跟我讲他的故事，我才想起宣妃娘娘一直想的那个地方，会不会是姑苏城外的草庐？毕竟她跟叶鼎之在那生活了很久，而且在那生下了你。你是想说，其实他也是身不由己？我是想说，这些都是你的劫，你要好自为之。我所说的，都是我看到的。罢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见他，或许是好奇他如今过得怎么样，想亲口问一问他，可还记得有我这么个儿子？也或许，我只是想在回去之前再看他一眼，然后他继续在北离做他的宣妃娘娘，我回天外天做我的少宗主。你还有不知道的时候。唉，众生皆有烦恼啊。如果你只是想见宣妃一面，或许我能帮你。要不然这天启城中，谁还能帮你呢？果然，萧老板是心疼无心的。我是希望你尽快解决你的麻烦，别到时候给我添麻烦。口是心非。这些都是我在各处收集的香料，公公若是喜欢，尽管拿去。六皇子为何如此客气？奴才我有些心慌了，有话不妨直说吧。好。敢问公公，在如今的天启城中，站哪一边？一定要站边吗？在这场胜负当中，能活下来的只有赢那边的人。这件事没有中立的可能性。殿下一定很清楚，
无论站哪一边，若皇帝驾崩，5大监都要去皇陵守灵。难道公公愿意去守灵？对我来说哪里都一样，就算是现在，我也只不过是诵经拜佛，调调香罢了。我认识的风雪剑沈静舟可不是这样的，他向往的是一片江湖。就算去不了江湖，也比这天启城要自在。启谦公公，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。我可以担保公公，离开天启城之后，想去哪儿都可以。以永安王的名义，是以萧瑟的名，只要公公相信，我做得到。为什么是我？公公入江湖时号称风雪剑，风雪一出可见风骨。我相信我的判断，也请公公相信我，助我一臂之力。你知道我每次走进来，最讨厌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。这说明你还有神智，能通过脚步分辨出我是谁。真是一个强大的女人，就像你的美貌一样，第一次见了就让人念念不忘。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知道我是怎么跟明侯说要把他变成药人吗？我告诉他，如果他要反抗，你将永远被锁在这里，混着血液的腥臭、老鼠的尸体，还有蚊虫的噬咬，慢慢腐烂。卑鄙！不，你误会我了，我这是在帮他。明侯是不会听你的。你错了，他几乎毫不犹豫的就答应。不过，他的适应性不太好，只成功了一半。不像你，你的底子比他好太多了。别急，你是一个天生的杀手，但杀手是不能有心的。本王已经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武器，很快，他就会变得跟你一样。月姬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慢着！这么多人进宫做什么？锦仙公公要给圣上办点香礼，这些小太监是各宫奉香的。前几日宫中闹刺客，所有入宫人等皆要搜身检查。大胆！灵君，公公，这是圣上的旨意，就由他们检查。多谢公公。慢着！大监，大监为何今日这么早？哈哈，这人老了，觉也少了，有时候睡不着，就起来四处看看，好让圣上睡得安稳些。啊，这些就是你新收的弟子呀？是。看上去
都面生得很啊。哦，这些都是今年刚入红青寺的。属下想着他们虽然年轻，但毕竟头脑灵活，四肢麻利，不会慢待了各公主子。大剑有什么顾虑吗？哈，你办事啊，我总是放心的很。走吧。走。都按照各自的分配去吧，记得小心行事，不可出半分的差错。是。宣妃的景泰宫就在西北角。多谢景信公公。宫中虚实关门，记得在这之前离开。明白。还有，你记得是我把你带进来的，不可在宫中行不轨之事，否则我一样把你抓去圣上面前。哎呀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么啰里吧嗦，烦死了。真不知道我是在帮他，还是在害他。二位殿下还是请回吧，陛下身体还是有些不适。等陛下想见二位殿下，自然会让微臣传唤。这是一个孩子想见他的父亲罢了，却是这么的困难。殿下还请慎言。那本王先告退了。如果父皇愿意见我们，还请黎统领告知。殿下客气了。你说的没错，娘娘还是放下念珠，走出佛堂吧。娘娘，这奴才越说越离谱了。无妨，让他继续说。念佛无难事，
所难在一心，一心亦无难，难在断爱根。娘娘连心都是乱的，何必要为难自己？还是尽早放下吧。你如何知道本宫的心是乱的？在下从刚刚一入院中，便知道了。是因为那些落叶吗？是本宫不让他们打扫的。落叶本是自然常态，何必人为处置？可娘娘，又为何将这佛堂擦拭得一尘不染？落叶与落尘又有何不同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无心。无心。抬起头来，让本宫好好看看。你的眉眼为何如此熟悉？看来是在下与娘娘有缘。你刚刚说你叫无心，谁给你取的名字？我师父取的。师父说：“无心则明，无心则不偏，无心则不思。因为无心，所以自在。”你应该是有个好师父的。我的师父是世上最好的师父。娘娘，狮王来请安了。你在这里等着本宫。是。母亲，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？儿臣那日惹母亲难过，回去后心中十分愧疚。今日见完父皇，便着急来见母亲。母亲不喜欢喝八宝茶，我让人从外面带了新的茶叶，母亲可以尝尝，这个合不合您口味？拿去冲上。他是谁？哦，是红清寺派来给你父皇点香的小贱，一早就来了。哦。这小太监的身形，怎么看着有些熟悉啊？你见过的人太多了，也许只是长得像罢了。也对。去把佛堂打扫一下。是。母亲，请。茶色看着不错，想来味道应该不错。好喝。赤王经常来看宣妃娘娘吗？也就这2日来的频繁些，有时半月都不来。那宣妃娘娘一直都是这么独来独往的吗？开始也不是这样，那时圣上经常来看娘娘，隔3差5就发来赏赐。后来发生了一些事，圣上不来了，赏赐也没了，慢慢的，其他人也都不来了。宣妃娘娘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，别人不来，她也不出去。奴婢已经很多年没见她和别人说这么多话了。父皇最近在为一件事情烦扰，母亲想不想知道？与我无关的事情，不说也罢。如果是与你另一个儿子有关，
为何又无故提起他？你不要乱来。我什么都没说，母亲为何要斥责我？我只是提醒你，你可以尽情的用手段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但是有些人，你碰不得。尽情用手段。母亲，若不是你当年在外面惹了事，我何须用手段啊？你本是父皇最宠爱的妃子，我是父皇最疼爱的儿子，我想要的东西唾手可得。要不是你和叶鼎之，我怎会沦落至此啊？这些年来，我受到的嘲讽、冷落和讥笑，可是你呢，偏安一隅，又知道多少？不过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好像对那个叶鼎之还是情根深重，就连与他的儿子都比我重要。那我就等着看，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。娘娘要不要回房休息一下？你在宫外也听说过我的故事吧？都是些市井传言，无心不敢妄言。坐吧。谢娘娘。说来听听。宣妃娘娘在当今圣上还是景誉王的时候，便嫁入王府成妃，后遭奸人所害，被那魔教教主叶鼎之强掳而去。最后魔教战败，娘娘顺利脱困，这才被人所救，回到这皇宫之中。跟我想的差不多，保留了他帝王的颜面。难道事实不也正是如此吗？你很好奇吗？你若知晓了，或许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我在这景泰宫中听到的，自然也会留在这景泰宫中。其实，外面那些传言大部分都是真的。只有一点，我是心甘情愿随叶鼎之而去的。我们两个分开，才是奸人所害。他们骗我，玉儿得了重病，把我骗回了天启城，又让叶鼎之误以为我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抛弃了他。他死之前，我终于又见到了他。我跟他说，我们俩一起逃去男爵，离开这些是非。他说他做了太多错事，已经不能一走了之，只有一死，才能保住他的族人。最后，他自刎了。所以，你最后跟他说的一句话是，想要跟他走。但是已经太晚了，我走错了一步，才导致现在所有的一切。那之后为何你又选择回到宫中？我有2个孩子，有一个当时还困在宫中，我放心不下他，所以便放弃了另一个。
另一个。也只有我回到这宫中，萧若锦才不会为难他。帝王家总是把颜面看得很重，我回来了，他也会答应我的允诺。如今我那孩子已经去了极寒之地，不过距离我离开这里也不远了。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也许是因为你跟他长得很像吧。魔教教主叶鼎之，他的眉眼跟你一样好看。我的孩子应该也跟你年纪差不多。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叶安世，不错的名字。那段时间，我觉得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，也是我第一次觉得如此喜欢这人世间，所以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。原来是这样。说说你吧，你呢？无心，给我讲讲你的事吧。我的事？对啊，你是哪里人？在哪里长大？你又是如何到了这天启城的？我在所有师傅生活之前，过得很混乱，但是还算快乐。我的记忆里有我母亲、父亲，还有许多疼爱我的叔叔。只是后来他们都走了，我有幸被师父收养，我们每日相伴，相依为命。再后来师父也走了，然后我就一路兜兜转转，最后来到了这天启城。没想到你小小年纪，却经历了这么多。娘娘困了，不用叫我娘娘，我不太喜欢这个称呼。无心，你先离开吧，改天再陪我聊聊天。不过也没多少时日了，我就快要离开这里了。宣妃娘娘，宣妃娘娘，娘亲，小雨这个混蛋！你在想什么？无心应该入宫了吧？无心，你找到他了？他之前就入过一次宫，但是被锦轩所伤，最近一直在休养。我前几日寻得锦仙，让他帮忙带无心入宫。他是想见他的娘亲。嗯。不过这太冒险了。我认识的无心，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。他不会做傻事。每个人都会做傻事，在遇到最在意的人和最在意的事的时候。帮我盯着宫里的消息。好。小雨，为何要对自己娘亲下毒？那又如何？反正那个毒又不会见血封喉。
而且有你给母妃运气逼毒，她自然不会有问题。这是药王谷的逆毒之术，当你运气逼毒的那一刻，这毒早就已经转移到你身上了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不是因为你呀，我的好弟弟。你武功那么高，又这么聪明，那什么样的情形下，你才能放松警惕呢？